有没有好好工作？咖啡，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？还在这里睡觉，都什么时候了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每期视频都跟大家分享摄影干货的摄影师 JCK。这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直播间搭建、OBS 直播以及绿幕直播抠像方面的知识。相比大的直播间一言不合就几万、十几万的专业设备，我想提供一个低成本、小白也能傻瓜操作、效果也还不错的解决方案，希望对于要求没有那么高的直播新人有所帮助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么高的预算，都要输出电视台级别的音画效果。当然了，看完本期视频了解了基础原理和操作后，有预算的小伙伴可以为所欲为。目前大家看到的效果就是我这次的搭建方案拍摄的，日常拍摄和直播完全可以满足我的使用。重点是这一整套算下来4000块左右就可以搞定。这就是本次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如何搭建一个低成本直播间。其中一个新装备就是这个寻影的 Tiny2 摄像头，除了提供优秀的画质外，它还可以像专业切换台那样切多机位，可以智能跟随，还可以提供不错的收音，让我直接省掉了麦克风的钱。听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吧？接下来我详细说一下我的解决方案。首先，相比从前的拍摄，这次最彻底的改变就是 A 肉上我完全放弃了手机和相机拍摄录制。虽然目前用的尼康 Z8 和小米 13S Ultra 完全可以拍摄规格更高、画质更好的效果，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在经营这个账号，从写稿、拍摄、打光、剪辑、封面标题等等都需要我一个人去完成，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架专业相机录制的原因。所以这次我直接用了这个黑科技寻影 Tiny2。说实话，我之前对于这种摄像头的印象还停留在曾经的那个年代，但是用过之后我发现它的确解决了我5个大的痛点。痛点1：轻便。相比相机的笨拙， Tiny2 可以直接夹在显示器上磁吸使用，也可以用它下面的这个1/4螺口架在灯架上使用，非常灵活自由。痛点2：画质。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画质全部都是由 Tiny2 拍摄的，反正我是满意的。痛点3：美颜。没错，美颜这件事男女老少可能除了少不需要，其他都是刚需。而后期美颜瘦脸，不管是简用的傻瓜式处理还是达芬奇的复杂处理，它们都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而且很吃电脑配置。但 Tiny2 拍出来就是你想要的效果，它是配合自家的软件可以直接美颜输出，省掉了我做后期的时间。而且这个不论是你用它录视频会议还是开直播，都可以实时输出美颜效果，只需要把视频源选择 Tiny2 的虚拟摄像头就可以了。痛点4：机位切换和跟踪。用相机或者手机录视频也好，直播也好，不方便的一点就是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他人给你调整机位，每次录制都必然是一番折腾，而且如果涉及多机位的话，单兵直播就很难搞了。而现在我会用 Tiny2 的 Webcam 软件直接调整镜头的位置，再也不用起身来回调节了。我最喜欢它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设定几个预留机位，然后只需要一键切换即可，或者用配套的遥控器去切换。对了，它还是一支激光笔。这里插一个，我觉得 Tiny2 软件里特别好用的一个功能就是白板模式。你用了白板模式之后，你看你明明画面里透视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你点一下，它马上就可以自动给你矫正成正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机位如果不是特别方便，没法做到100%垂直平行这种拍摄的话，它依然可以帮你去做成平行的。痛点5：收音。之前我尝试过录音笔和无线麦克风，虽然音质很 OK， 但是一个人负责搞这么多设备，难免还是有点手忙脚乱。现在 Tiny2 自带的收音效果很不错了，如果你把它挂在显示器上离你近一些，音质还会更好。那说了这么多优点，它的缺点是什么？我用了差不多快半个月，目前发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有时候会突然对焦抽风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期视频拖了这么久才发，因为目前你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我全部重新录制的，真的超级辛苦。所以如果工程师看到本期视频的话，麻烦尽快更新部件。说完拍摄的家伙，再说一下灯光。
这里我很推荐一个国产灯，真的不是广告，就是这个叫通义的国产厂商。我现在用的这个功率高达400瓦的灯才1000出头，性价比妥妥的炸裂。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只是直播或者录制自媒体的话，完全没有必要400瓦，100瓦到200瓦都可以，价格就更划算了。其他的摄影配件还有灯笼罩、聚光筒、八角，这个我会在接下来的布光教程里详细说到。对了，为什么我没有用声抛呢？因为它贵呀。别忘了我们这期是低成本直播间搭建方案。大家看到我现在的场景画面，其实是我之前看科技美学的那言老师视频的时候，他的直播间大概就是这种亮调的感觉。那我们就且模仿一下吧。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，主光我直接用了八角罩，45度斜向下打向面部，可以给面部提供均匀的光线。在桌子上我还铺了一块白布，可以起到补亮脖子下方阴影的效果。那关于八角罩和声抛的区别，简单说就是八角相比声抛打在被摄体上的高光点会明显一些。但是如果手机这种小屏观看的话，我觉得在这个平均直播只有6000码率的时代，二者的区别其实没有那么大。而且八角在重量和价格上也远比声抛更有优势。那这里我为什么没有用格栅呢？因为就这个场景而言，我想要的是画面整体都是亮的，所以取掉了格栅之后呢，光线可以更好的扩散到后面白墙上。那后面这个效果，我是在这个位置直接加了一个聚光筒和球形造型片。现在似乎更多人更喜欢影视飓风这种主体明亮、背景暗下来的效果。那么在布光上，你只需要做2点改变即可。一，给灯罩加上格栅，约束光线扩散，这样照到后面的光线自然就衰减了很多，亮度也就下来了。二，主体和背景尽量要保持一点距离，这样才能更好的让光线衰减。当光下暗下来之后，加一些背景灯，小气氛就起来了。因为是想要打造低成本直播间，所以我没有再加一个顶光或者轮廓光，让人物更加突出一些。因为现在的效果我已经觉得很足够了。假如你想让画面层次感更好一些，推荐加入一个发丝光或者轮廓光。说到空间的问题，我想很多小伙伴都要挠头了，毕竟很多博主和直播新人就是自己在家里拍摄呀，我也是这样的，去哪里搞那么大空间呢？那我们还可以试一下绿幕直播。关于如何用 OBS 绿幕直播，视频后面我会讲，这里我先说一下我是如何布光的。相比刚才我只用了一个灯搭背景，现在我换了2个灯笼罩，在两边均匀的照亮这块绿布。注意人离绿布要远一些，不然抠像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物的边缘都是它反的绿边，很难抠干净。好，我们现在说下如何用 OBS 直播的问题。OBS 这个软件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耳闻，它被广泛的用于直播推流以及屏幕录制上，是一款很强大的软件。说白了，你可以理解为抖音的直播伴侣和 B 站的直播机都是套了壳的 OBS， 在它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实用功能在里面。所以如果你能明白 OBS 的基本操作，再用其他直播软件就大差不差了。我们打开 OBS 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建几个场景。这个场景是什么呢？就是可能你在不同的直播场合里用到的采集的设备啊，或者说录制的东西啊都不一样。比方说我这个场景里就是采集我现在大家刚才看到的画面，那下面我还可以建一个绿幕，这个都是可以建的。绿幕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分享的如何在绿幕下去直播。还有一个，或者说我还可以干脆再建一个，它可以采集我们的屏幕，这样就是不同的录制的内容，你可以单独为它配置一个场景。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就属于普通的场景吧，我先把这些都删掉。那我们在这里添加来源，比方说如果你添加屏幕采集呢，那它现在就把我们现在整个的屏幕采集进来了。大家看到现在这里又开始录制，如果你点录制呢，就可以开始录屏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大概简单粗略的说一下录屏的操作的原理啊。那我们要采集什么来源呢？采集视频采集设备，然后点击确定，确定之后再找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刚才说过，因为我们用到了美颜的功能，所以我们这里选择的是这个虚拟摄像头。好，现在就进来了。在这里，但是大家可以这样去拖动，去调一下它的大小。这样你可以配置大小随意。那当然在这里你可以打一些文字啊，在这里加一些视频啊，这里加一些画面啊，都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们这一个视频就直接
把我采集进来。OK， 现在大家看到我自己就被采集进来了。那理论上来说，我们直接开始直播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首先要把它推出去才是直播。我们在哪里直播呢？还有刚才忘记说的一个东西呢，是我们首先要先建一个画布。其实如果你玩过 PS， 你就明白这个了。如果你是在抖音啊或其他 APP，竖屏上直播，那你就把这个建成竖屏的分辨率。关于帧率呢，如果你是游戏主播呢，那我觉得肯定至少要60帧嘛，至少要60帧。我不知道它可不可以做得更大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谈话类的节目，或者说你做一个修图分享啊什么的，那24帧就可以。它这个越低，对电脑的要求也就越低，负荷也就越低。然后这里边的一些操作没有特别重要的，看一下。然后音频就是说我们最终采取要用什么音频，比方说我这个地方要用这个麦克风，然后是它，或者说我直接用我的电脑的麦克风也可以，这个就是选择你自己决定。然后就是这个输出这里面了。如果你不是特别专业的直播呢，你就直接选择简单模式就可以。视频码率一般5000到6000是可以满足像 1080P 画质下相对清晰的一个状态。其他的这里边大家大概的看一下就行了。这个是录像，你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同时点击录像，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直播画面给录下来了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直播，我们要把它推出去。我们拿 B 站为例， B 站的在点开这个直播里边，它有一个开播设置，大家往下看，房间设置啊、标题啊、封面这些我就不解释了，很简单。然后你就只设置好了，你直接点开播。好，你点了开播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服务器地址，这里还有一个串流密钥，你把这2个分别粘贴在这2个地方。 OK， 如果等你粘贴好了之后再点开始直播，那它现在就可以推出去了。这样推出去之后，大家就可以在电脑端或者手机端都可以看到你的直播了。这就是大概一个 OBS 直播的一个流程。当然你在这里如果还有需要添加别的东西，就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像这种，它上面会有很多文字，对吧？像这种它是怎么加进来的呢？一些文字啊、图片啊，它其实就是你需要什么就加什么就好了。我们比方说加一个图片，图像我们可以点浏览，自己找一下，随便找一张图吧，可以这样，点击确定，这张图就进来了，你自己去调整它的大小。OK， 你还可以在上面加文字，都可以，就是你做一个直播间贴片，加一些文字都可以，会告诉大家你今天是在做什么的。这个很简单，我就不一一再说了，文本啊，这些都是同样的道理。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如何用 OBS 实现绿幕抠像。好，我们进入 OBS 里面看一下它是如何实现的。首先，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加入一个视频采集设备，只不过我们在视频采集设备这里看到有一个滤镜，点开滤镜，我给它加了一个效果滤镜，在这里，这里加一个色度键，色度键里边它默认有一个绿色 ，OK， 我们这样就可以把绿色抠掉了。其实你用这个色值也可以抠，但是我觉得色度键的效果是更好的啊，所以我们用了色度键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抠出来了。这样你可以比着照片里，如果你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，关键的是调哪几个参数呢？一个是相似度，还有一个是平滑，主要就是这2个。如果你的发丝发现还是有绿色呢，那你可以适当的调一点减少关键色溢出，主要就是这3个选项，其他的你就不需要动它了。OK， 这里我就不具体演示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。好，这个效果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添加什么？添加图片，这样可以选择把你的图片添加进来，这是我已经添加好的。好，在这里我有一个知识点需要跟大家说的，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像我有这么大的绿幕，没有这么大的绿幕，那抠出来边缘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东西就穿帮了，那怎么做呢？就比方大家看我画面中现在右上角这里有一块布，我们用它去替换成想象成你家里的一些穿帮的地方，比方说是绿幕覆盖不到的地方，那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去调整呢？那我们选择视频采集设备，选中它之后来摁住 Option 键， Windows 应该就是 Alt 键，大家看一下，摁住它去裁剪 OK， 去调整，我们直接去把它过掉了，发现了吗？我们就直接不要这一块了，不要这一块之后呢，我再去给它添加滤镜，然后把色度键打开，
好，大家发现了吗？这样就可以把这块布给去掉了，因为我们就相当于给它添加了一块蒙版，把那一块东西在蒙版之外给擦掉了。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这个操作。同理呢，你在左边按住 Option 键，一样可以把一些东西穿帮给弄掉。这就是很多人你看到他去做绿幕构象的时候，他其实背景他不需要整个都是绿的，他只是需要他背后能完整覆盖到他个人的是一个绿幕就可以了，就像这样。对 ，OK， 那绿幕的这一个打光，那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好了，到这里视频就要结束了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，还请给我一个3连支持。你们的点赞、投币、收藏都会对于我的创作有莫大的动力，我也会持续分享干货给大家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